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明显就是在欺负人。说定了的10万彩礼，怎么就变成了6000？这是在愚弄谁？婚礼前夕，我妈拿着男友李峰送来的6666元彩礼，愤怒地吼道。她一把将那点钱甩在桌上。李峰尴尬地笑了笑，说：我妈觉得彩礼就是个形式，不必太认真。我是独生子，家里的钱以后都是我和沈燕的。她拿出我的孕检 B 超单，对我妈说：您看，沈燕都怀孕了，这些形式真的不重要，钱还是我们家的，沈燕和孩子都是我们李家的。我爸哼了一声，转身就走。面对这种侮辱，他虽愤怒，却也无奈，毕竟明天就是婚礼了。我看着李峰喋喋不休的嘴，强忍怒火。他们家明明答应给10万彩礼，还说是为了我们小两口过日子，现在呢，就因为我怀孕了，觉得我吃定他们了，所以他们反悔了。当李峰拿出我的 B 超单时，我简直要气炸了。我觉得头晕目眩，大脑供血不足。李峰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大声骂道。李峰见我发怒，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他几次想说话，但都被我的眼神给吓了回去。我妈看到孕检单更是愤怒不已，她指着我说：等会儿我再跟你算账。我知道我逃不过我妈的责骂，但现在她没空理我。李峰，你把这些打发乞丐的钱拿回去给你妈，别侮辱我。这婚能结就结，不能结就算了，我们不会厚着脸皮进你们李家的门。告诉你妈，别想把我们的尊严踩在脚下，我们可不是好欺负的。我妈指着李峰的鼻子大骂。没想到李峰突然跪下来：阿姨，我和沈燕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们连孩子都有了，我妈真的没有恶意，她没想伤害你们。我妈根本不听她的解释，只是愤怒地盯着我。你真是丢人，什么时候怀孕不好，现在被人欺负了，好受吗？我一脚踹向李峰，都是因为他，我不想听他苍白无力的解释，那只会让他妈妈的丑恶嘴脸更加明显。滚！我指着门对李峰大吼，立刻从我家消失。他竟然还有脸提孩子，真是没眼色。没看到我爸都气走了吗？还有我妈，她的脸都气绿了。妈，这个婚我要结。赶走李峰后，我坚定地说。我妈的眼泪瞬间就流下来了。我知道她是刀子嘴豆腐心，虽然嘴上埋怨我，但心里非常疼爱我。看到我被婆家这样对待，她比刀割还难受。哎，我怎么能放心让你嫁到这样的家庭去？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啊？你这么固执，还不得被他们欺负死？可是你现在都怀孕了，如果现在退婚，我们怎么咽得下这口气？我妈擦着眼泪，左右为难。我拉着她的手安慰她：妈，您放心好了，我同意结婚，但我不会任由他们摆布的。相反的，我要让他们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我妈看着我，有些不放心。既然结婚，就奔着好好过日子。现在肚子里还有个孩子，你怎么选择，妈都支持你。只希望以后你能在那个家不受委屈。我妈越是这样，我就越觉得愧疚她。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，到了快结婚了，还让她跟着操碎了心。我真怀疑自己眼睛啥时候瞎的，怎么会看上李峰这么个破烂玩意？还是他们伪装得太好了。最让人可气的是，他们家人的嘴脸，直到今天，也就是婚礼的前一天，我才发现，如果退婚，我将父母的颜面放在何处？如果退婚，岂不是更便宜了他们？他们以为有个 B 超单就可以将我拿捏死了吗？做他妈的白日梦去吧！既然贼船已经上来了，大不了
捅翻了贼船，我才不会到委屈自己，让他们得逞。第2日的婚礼正常举行，不过婆婆那张脸全程都是黑的，想必那蠢货李峰回去也没吐什么好话。他高傲冷漠，我自然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。就连改口的时候，我很不情愿地叫了一声妈，他竟然鼻孔朝天地哼了一声，还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：到底不是亲生的，叫着不情愿，听着也不舒服。我当即开口：那以后还是叫阿姨吧，毕竟如果不是因为李峰，我跟你半毛钱关系也没有。全场宾客哗然，婆婆的脸瞬间绿了，她又想保持优雅，又气急败坏，最后咬着牙一脸横肉地说了一句：随你。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，她自然只能暂时吃下这憋屈。所以当晚婚宴结束，我和李峰刚一进门，婆婆就来了一个下马威。还有没有规矩？结婚第1天就这么晚回来，以后晚上8点前必须回来。我一听就笑了：李峰，你们家啥时候定的家规？今天吗？李峰脸色有些不悦，但那不悦却是针对我的。沈燕，那是我妈，你得尊重她，你以后说话注意些。我当即血压飙升，他李峰说的还算人话吗？李峰，尊重都是相互的，你妈尊重过我吗？婚礼上他说的话算是尊重吗？提到婚礼上的情景，我的胃都快要气抽了。然而李峰却依然偏向着他妈。今天婚礼上你已经很过分了，居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叫我妈阿姨，将我妈置于何地？当着那么多亲朋好友的面，我已经给你留面子了。李峰训斥我的时候，婆婆那得意的眼神就妥妥的一个大尾巴狼，傲娇的不行了。我一巴掌打在李峰脸上，别口口声声让我尊重妈，还给我留面子，大可不必。我倒要看看你不给我留面子是什么样子。这一巴掌几乎用尽全力，我的手又麻又疼，还反了你，竟然打我儿子！婆婆见李峰被我赏了一巴掌，当即上来就准备撕扯我的头发。李峰赶紧挡在我和他妈之间。妈，沈燕还怀着孕呢。我婆婆一听到我怀孕，直接轻蔑地说道：未结婚就怀孕，还真是不要脸。儿子，你可确定那肚子里是你的孩子？可别给人家养孩子当冤大头！我简直气炸了，真想撕烂他的嘴。我推开李峰，就准备与我这恶心婆婆理论一番。然而还没等我开口，我的丈夫李峰竟然指着我说了一句：沈燕，你给我闭嘴，再胡搅蛮缠我，让你好看，别仗着你怀孕就以为可以骑在我头拉屎。你最好祈祷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。李峰狰狞着面孔，指着我的鼻子威胁：李峰，你混蛋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我推开他，直接进了2楼卧室。他妈不说人话就罢了，竟然连他也侮辱我。与烂人纠缠，无非就是降低自己的身份，与他们在那比着谁的脸更狰狞吗？赢了无非就被扣上恶人的帽子，输了的结果就是以后的日子成了被欺压的对象。我一新时代女性，有学历有好工作，跟他们斗根本不需要自损800。不过第2日，我必须自损一件事，那就是将我肚子里的孩子做掉。我说过要报复他们，但是不能牵连我无辜的孩子，我不能让他生在一个畸形的家庭，更何况这个家庭我同样要舍去的。来到医院，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，此刻我的心比那些冰冷的手术刀钳更冷。我摸着平坦的小腹，虽然它还是一个小小的胚胎，但是它来过一程，在我的身体里哪怕住过1天，都是母子连心。我却无奈将他送走，眼泪无声地滑落。我只能默默告诉孩子不要怪我狠心。此时我有多痛心，就有多痛恨。
我恨婆婆的专横无理，更恨老公的愚孝无能。和李峰举行婚礼后，因为那天的不愉快，我们一直都在冷战。虽然住一个床上，但就是单纯的不能再单纯的室友了。所以当我流产后，脸色苍白，身体很虚弱的时候，李峰竟然没有发现我的异常，更没有一句关怀的话。我也在嗤笑自己，为何对他还抱有幻想？难道他对我关怀备至，我就能原谅他们带给我的侮辱和伤害吗？不，绝不原谅。就这样，我和李峰继续对峙僵持着，一直持续了快3个月。婆婆依然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她从未把我放在眼里，说话也阴阳怪调，甚至指桑骂槐。同样，我也不会惯着她。我上下班同她打照面，自然也会把她视为空气，不理不睬。后来，索性我连吃饭都是直接在外面吃好再回家。所以，婆婆在故意唠叨李峰好吃懒惰不做家务，就跟我毫无关系了。我早就说过，尊重是相互的，仇视自然更是相互的。李峰有几次想低头同我说话，我却厌恶地躲开了。在孩子流掉的那一刻，李峰在我心里也死在了过去。现在之所以忍着恶心跟他还在一个屋檐下，无非就是为了找机会狠狠地报复他们而已。不过，我知道婆婆背地里没少在李峰面前嚼舌根头。沈燕，你还有完没完？闹了这么久还不够吗？这一晚，李峰要求亲热，我一脚将他踢下了床。他狼狈地躺在地上，冲我嚷嚷：“你不知道孕前期需要静养。”我瞪了一眼李峰，毕竟他年轻气盛的年纪，我还是先给自己找个稳妥点点的理由，毕竟安全。听到我提孩子，李峰倒是安静了下来。对不起，我差点忘了，沈燕，要不你辞职在家安心养胎吧，以后我养你。我憋笑，差点成了内伤。他李峰现在竟然用世界上男人最擅长说的谎言来骗我。你怎么这副表情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李峰被我憋笑的样子弄得有些尴尬，当即有些不悦。我管他个心情好坏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和李峰都已经结婚快3个月了。婆婆好几次都偷偷瞄向我的肚子，就连老公李峰这2日也时不时地问：“沈燕，怀孕快3个月了，你的肚子一点都没长呢，最近做产检吗？我陪你去吧。”我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李峰，现在你想起来陪我产检了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我的讽刺让李峰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我不是天天忙着赚钱养家吗？李峰还狡辩，赚钱养家，结婚到现在他1分钱都没有给我，还养家？我懒得跟他狡辩而已。沈燕，明天我陪你去检查一下吧，再多的事情我都会推开的。此时婆婆也推门而入，着急地说道：“那还等什么？不如现在就去检查一下吧。”我很鄙夷她那张脸，在外面听墙根，也就她这种人能干得出来的事了。这2个月来，我连一句话都没跟她说过，现在来管闲事了。我看了他们母子2人一眼，是时候该让他们认清现实了。我从包里拿出流产手术单，一把甩在李峰的脸上：“这个孩子你们不配有，我已经将孩子打掉了。”一听说孩子被我打掉了，婆婆直接瘫软在地：“造孽啊！你还是个人吗？怎么如此狠心？”婆婆怒指着我，痛哭责问。李峰听到我流产的消息，直接后退了几步，一脸的悲伤和愤怒：“沈燕，你太过分了，他是我们2个人的孩子，你有什么资格就这样做？”李峰愤怒地指着我，我不禁冷笑：“他在我肚子里，我就有资格。我流产，那也是你们逼我的。
你们欺负我怀孕，就把彩礼省了。还有你，不是说我这肚子里的种不是你儿子的吗？现在想起来着急了。晚了，我指着婆婆的脸，恨不得撕碎她。沈燕，你太过分了！婆婆气得浑身颤抖，指着我，恨不得掐死我的样子。我过分？你们拍拍自己的良心，能安吗？凭一张 B 超单想拿捏我，践踏我一辈子，做梦！我冲着她怒吼。有些伤疤就是一辈子的痛，无论何时提及，都鲜血淋漓。提到孩子，我的心犹如刀割。李峰蹲在地上，痛苦地抱头沉思。此刻他内心应该是懊恼愧疚的吧？这日子没法过了呀！婆婆干脆躺在地上哭天抢地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讽刺：你除了会倚老卖老，还会什么？李峰噌地站起来，冲着大吼道：够了！闹到今天这地步，你们还不满意吗？他的语气中带着对婆婆的指责。婆婆哭更凶了：都赖我吗？是她沈燕心狠毒辣呀！我真是命苦啊！自个生的都要责怪我呀！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婆婆的几句话让李峰又转了心，他满脸愧疚的又蹲下哄婆婆：妈，我没有怪您的意思，现在孩子都没了，我着急呀！李峰气恼地跺着脚。我恶心地看着他们上演母子情深，真是想吐。妈宝男！我忍不住讽刺了一句。李峰听到后备受羞辱，站起来就怒气冲冲地冲到我面前。我看着他紧握的拳头，冷笑着提醒：李峰，你想清楚了，动我一下试试。我说过让你后悔的，现在依然是这句话送耳。李峰被我的眼神震慑住了，他松开拳头，咬着牙说道：沈燕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眼里有没有这个家？还有没有我这个丈夫？你就是一个杀人犯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你的心到底有多狠多硬？看着李峰猩红的眼睛，看来失去孩子对他的打击真的很大。但是世界上从没有后悔药。我推开他，毫不犹豫地说道：没有，这个家和你在我心里一根葱都算不上，你们不配。李峰的眼睛瞪得像铜铃，面色痛苦地质问我：仅仅就为了那10万块钱彩礼吗？我给你，现在就给你。李峰从怀中拿出一张卡朝我手里塞，婆婆赶紧从地上爬起来，试图阻止，但是看李峰愤怒坚定的样子，他又缩回了手。我拿着卡轻蔑地笑了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扔在了李峰的脸上。拿走，我嫌脏，是你们脚踏我和我家人的尊严在先，现在想弥补，我真的在乎那10万块钱吗？李峰，你当真不懂吗？我现在才知道，我和李峰的三观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，更不用说三观相合了。我一个当代高薪优质的女性，他这10万块钱我还真不放在眼里，他竟然真的以为我只在乎钱，真是可笑。李峰颓废地耷拉着脑袋，自嘲地笑笑。我知道了，我和李峰从相识到恋爱结婚，相处了6年，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，所以我说的一句没有爱，让他备受挫折。儿子，你是怂包吗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们李家香火被他沈燕断了，你给我狠狠教训他。婆婆咬牙切齿地拉住李峰，想挑拨李峰打我。妈，孩子没有了以后还能生，这日子总还得过吧？当初我就说您不能那么做，你看现在。李峰很是为难，开始抱怨一开始婆婆的武断。这个时候的李峰说的还算一句人话，然而还没过3秒，李峰的混蛋秉性就暴露了。婆婆继续挑拨，我孙子没有了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人有3孝，无后为大，你们是摆明了要我的老命吗？婆婆又开始了哭喊闹腾。李峰转头，眼神狠厉地看着我：沈燕，明天开始你不要去上班了，
什么时候生完孩子，什么时候出这个家门？我婆婆一听，立刻附和：对，必须给我们李家生个孩子，不生哪都不许去。看着嚣张跋扈的婆婆，还有专横的老公，竟然想软禁我，把我当生育工具，我去他大爷的！这一刻彻底激怒了我的反骨天资。李峰，谁给你的脸命令我？我今天把话摆在这了，孩子我不会生的，这个家我多待天都是忍着恶心。我之所以同意结婚的目的，就是要看今天你们后悔的嘴脸。还有你，我说过会让你哭着求我。我指着婆婆的鼻子警告，她当即被气得驴脸拉长。你没教养的东西！老太太铁青着脸，怒目圆瞪地说：“我没有教养。”我拿起桌子上的水杯，朝着她的脸就泼了过去。没刷牙吗？满嘴喷粪。婆婆胡乱抹着自己脸上的水，骂骂咧咧。她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会动手泼她。记住了，教养这东西也得看对谁。你连人都不配做，跟我谈什么教养？我讽刺着老太太。李峰暴跳如雷，扬起手臂就朝着我打了过来。还反了你，竟然敢对我妈动手！在拳头还没有落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我一个反手前置就禁锢了他的手臂，痛得李峰叫苦连连。放手，放开，疼死我了！我好笑地看着他痛得扭曲的脸。我可是跆拳道黑带，本来以为这辈子他李峰也不会知道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他领教了。沈燕，你放开我，我胳膊要断了！李峰痛得龇牙咧嘴，婆婆更是疯了一样过来扒拉撕扯我的手。没几下，我的手背上便出现几道深深的抓痕，鲜血很快渗出来了。我抬起手肘，趁着混乱朝着太太撞去，她一个跟呛捂着胸口蹲了下去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我丢给她一个白眼，岁数大了就不要横冲直撞的，不小心撞到还得倚老卖老的，这戏码我可见多了，根本不受用。我的话极度带着极大的嘲讽意味，老太太气得差点没背过去。我知道刚才顶撞的那一下够她受的，能冷静了吗？能的话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。我手劲加大，李峰愣是闷哼了一声，不再哀嚎。能，他咬着牙，头上的冷汗层层直流。离婚吧，这是离婚协议书。坐下后，我看他们母子都挺冷静的，便将离婚协议书丢到了李峰面前。他猛然抬头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沈燕，你不至于吧？打你也打过了，想出气，这孩子也让你打掉了，还要离婚？你问过我的意见吗？我冷笑，对，我没打算问你的意见，就是通知你而已。我不同意。李峰面红耳赤，直接拒绝。我可不会跟一个穷光蛋过下半辈子的。我将另一份文件拿出，李峰看一眼，便猛然从椅子上跳起。你，沈燕，你给我下套！我为了买那快递可是用了高利贷，你有种！李峰歇斯底里的大喊。发生什么事了，儿子？婆婆听得一头雾水。李峰现在如一头掉进陷阱的饿狼，急得嗷嗖乱转。妈，我上次筹钱就是为了投资一块地，我和朋友合伙买的，朋友最近联系不上了，我以为他卷款跑路了，原来一切都是他沈燕一手策划的。我摇摇头，惋惜地说：“你的真是智商堪忧啊！我可没那功夫策划，是你天生愚钝到相信了别人而已。白纸黑字的，你可要看清楚了，这是我花2倍价格收购来的。背叛你的可是你的朋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从结婚到现在，他李峰做什么投资，从未跟我商议过，反而跟他妈整日嘀嘀咕咕如何投资房地产挣大钱。我只觉得他们是在白日做梦而已，想着有朝一日他李峰会在里面
只是没想到她的现世报会来得这么快，真是活该。即使没有我横插一杠，他李峰只不过是换个坑栽到别人那里罢了。300万全没了。李峰直接蹲在地上，木讷的口中喃喃自语，还懊恼地揪着自己的头发。谁说没有的？我们不离婚，他沈燕的钱就是我们家的钱。婆婆跳起来，恶狠狠地看着我说。我轻蔑地看着她，没有搭理。她法盲一个，我何必跟她浪费唇舌？沈燕，我错了，我们不离婚，好好过日子好吗？都是我们家愧对你了，我不该事事都听我妈的安排，我不是人，我混蛋。李峰边说边自己学过自己的脸，那清脆的疤穴足以证明他的悔之心有多真。我不屑地笑笑，李峰，你曾经对我的伤害，你以为你道歉就可以既往不咎了吗？我现在捅你一刀，再对你苦苦哀求道歉有用吗？伤痛就不存在了吗？我这个人的性格生来小气，睚眦必报。李峰抬头，满眼猩红，极力隐忍着自己即将崩溃的情绪。这是男人绝望崩溃的样子，我还真是第一次见。沈燕，如果你恨我，心中有怨气，那你拿刀捅死我吧，只要你能消气，我绝无怨言。说完，李峰冲进厨房，拿出了一把水果刀。我眯着眼睛，警惕地看向他。男人本就是一个危险物种，他可以递过来刀让我捅他，同样，他也可以将刀尖指向我。我从不会100%地相信任何人。儿子，你做什么呢？快把刀放下！婆婆一脸惊恐，央求着李峰放下刀。沈燕，你当真要把我儿子逼死吗？婆婆劝阻无果，直接冲着我大喊：我逼他？你儿子能活到这份上，可和您脱不了干系。我义正言辞地告诉婆婆，她依然不知悔改的叫气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我心都可以掏出来给李峰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，我儿子都是因为遇到你才事事不顺，家门不幸啊！你就是一个丧门星。我轻蔑地笑笑，你不应该让他结婚的，更不应该让他长大成人，该在襁褓中守护他一生一世。我的讽刺让李峰彻底失去了理智，他拿起水果刀，对着自己的手腕就割了下去。鲜血迸溅的那一瞬，李峰绝望地仰天3声吼。那一刻，他是真的很绝望吧？直到在医院包扎好，李峰全程没有一句话，眼神呆滞。婆婆跟前跟后的小声啜泣。李峰的自虐，怕是比拿刀割他肉还要疼吧？尤其是他那后怕的眼神。沈燕，我老婆子豁出去这张脸不要了，今天给你跪下了，能不能别再逼我儿子了？我求求你了！医院走廊里，婆婆拽着我的衣服，扑通一声跪下了。我气愤地甩开她的手，刚想发火，我妈怒气冲冲的一路小跑地冲了过来。你个倚老卖老的货，赶紧给我起来！咒我女儿做什么？我妈的力气很大，一下将婆婆推得四仰八叉。我早就忍你很久了，今天可让我逮着机会了。我妈不解气，又将婆婆像小鸡一样从地上拎起来。婆婆1.55米的身高，在我妈170的身高面前落差更大了。婆婆从地上被拎起，全程都是蒙圈的状态。我妈当即拍手，狠狠地将她手拍开。你什么你？我什么我？就这你德行，早就欠收拾了。我闺女不能打你，我和你可是平辈，看我不削你！我妈对着婆婆的胳膊就狠狠地拧了几下，疼得婆婆又跳又喊：粗俗、野蛮，快来人啊！打人了呀！医院走廊里，她的大嗓门震耳欲聋。走，我们去医院外面好好聊聊去，别在这鬼叫！我妈拽着婆婆的衣领，直接揪出了医院。任凭婆婆如何挣扎，
也挣脱不开我妈的钳制。那场面真的很滑稽。病房里，李峰听到他妈的鬼叫，竟然眼皮都没抬一下。哀莫大于心死，他心里的希望在这一刻估计都破灭了吧。正如同那日躺在手术台上的我，看着他手腕处厚厚的纱布，还有鲜血不断渗出。我看着他，他看着天花板。过了良久，李峰才将目光望向我，缓缓开口：“是不是结婚那天你就在计划着这一天，想着如何报复我和我妈？”看着李峰没有血色惨白的嘴唇，我笑了笑，点头：“是。”我看向李峰，并不打算隐瞒。他扯着嘴角，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，眼泪从他眼中滑落，又慢慢滑落到洁白的枕头上，悲痛无声，却又觉得震耳欲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大男人哭。说实话，在他割腕血流如注的时候，我心里毫无波澜，但是他现在的眼泪却触动了我的心。当然只是一丢丢的怜悯而已。我的错真的就十恶不赦吗？沈燕，你有没有想过是你小题大做了？我们本可以一起等待孩子的出生，一起陪伴他成长，一起……够了！我厉声打断李峰的话。提到孩子，我本能的无法冷静。李峰，你有什么资格提到孩子？我小题大做？你拿着6000块钱彩礼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和我家人的感受？你们笃定了我怀了孩子就掉价了是吧？你们的行为让我痛恨至极。还有你妈，她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从知道我怀孕就想把我踩在脚底下。你又做了什么？痛定思痛，提到那些深埋心底的痛，所有的怨恨如决堤的黄河水，吞了我的所有理智。我本来以为自己已经被伤得自带铠甲了，没想到提及痛处，依然崩溃自伤到无法冷静。李峰怔怔地看着我，我想此刻我的表情一定很难看吧。以前我最看不起怨妇，他们面目狰狞，抱怨生活不公的时候，我讽刺他们给自己的人生画地为牢。我认为他们是可怜之人，必有可恨之处。现在想想自己活着活着也慢慢向怨妇靠拢了，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？李峰有些不自信地看向我，他的眼神有期待，也有害怕。他害怕我再一次坚定如铁的拒绝。我笑笑，事已至此，已经没有必要回头了。从孩子打掉的那一刻起，我就不爱你了，现在连恨也没有了。李峰苦涩的笑笑，低着头，看不清他的神情。半晌，他抬头：“好，你怎么决定，我都配合。”这句话还像个男人。此时我婆婆闯了进来：“儿子呀，不能同意离婚啊！离了婚，你这刀白挨了不成？你那几百万投资的钱不都打水漂了吗？”老太太哭得声嘶力竭。这一次我知道她的哭绝不是演戏。看着她头发蓬乱得像鸟窝，脸上的妆花得不成样子，可以想象的出在外面，我妈肯定没对她手下留情。李峰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：“妈，这一次让我自己做一回主吧，成吗？”李峰乞求的眼神看着婆婆，这句话无疑是给了婆婆一个重创。婆婆委屈地捂着脸，哽咽不停：“好，妈不干涉你，我懒得多看一眼。”丢下一句：“出院的时候告诉我，把婚离了。”便决然离开。我妈在病房门口等着我，她绘声绘色地讲述如何手撕婆婆的场景。我扬起嘴角，我知道我妈想让我开心，毕竟哪个女人面临这样支离破碎的婚姻，心情都不会好的。我挽过母亲的手臂，依偎在她的肩头：“妈，我没事，您不必担心我。你不知道我手里了给您和老爸赚足了养老钱呢，所以我怎么会不开心？”我妈揉了揉我的头发，欣慰地笑笑：“我才不稀罕那些钱，我只要我女儿平平安安的，我就知足了。”没过几日，
李峰出院就联系了我，我带着户口本在民政局门口看到了他。几日不见，他确实清瘦了不少，但是看上去也成熟了不少。你妈没来？我环视了一下四周，确实没有他妈的身影，还真是不符合他妈的行事作风。李峰扯了扯嘴角，苦涩地说道：都这种时候了，能别讽刺我了吗？我本想高低再整他几句，不过看他的眼神，我便有点不忍心了。反正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，一个妈宝男断不断奶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。离婚协议没有意见吧？我问道。毕竟离婚协议是我拟定的。李峰神情落寞地看着我，没有意见。房子车子我卖了，等钱到了，我会把属于你的那一部分打给你。好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。毕竟属于我的，我为什么不要？很快，李峰便将他那一部分钱打给了我。离婚后的我，很快便调整好了状态，继续投入到工作中。李峰再也没有联系过我，我也彻底将他从我的生活中剔除。然而，生活总是充满了意外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尘埃落定的时候，李峰的妈妈竟然找上了门。她跪在我的面前，声泪俱下地求我原谅他们，希望我能和李峰复婚。她说，李峰自从离婚后，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整天酗酒，工作也丢了，整个人都颓废不堪。他还说，他知道自己以前做错了很多，希望我能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弥补以前的过错。我看着他那张苍老憔悴的脸，心中竟然没有一丝波澜。我告诉他，我和李峰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他的请求我无法接受。我还告诉他，他应该多关心自己的儿子，而不是来纠缠我。他听完我的话，默默地离开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竟然有些同情。或许他也是一个可怜人吧，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他以前对我做的一切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离婚后的我，生活过得越来越好。我努力工作，不断提升自己，很快便得到了公司的重用。我还遇到了一个对我很好的男人，他温柔体贴，善解人意，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。我们相识、相知、相爱，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我的新生活开始了，而李峰和他妈妈已经成为了我的过去。我不再关心他们的生活，也不再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，我只关心我的家人和爱人，只关心我自己的幸福。因为我知道，只有我自己幸福了，才能真正的放下过去，迎接美好的未来。婚后的生活平静而幸福，我和丈夫相互扶持，共同经营着我们的小家。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她聪明伶俐，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。而李峰和他妈妈依然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痕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街上偶然遇到了李峰，他看起来比以前更加憔悴了，眼神中充满了迷茫和悔恨。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他突然叫住了我：沈燕，你还好吗？他低声问道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身看着他，淡淡的笑了笑：我很好，谢谢关心。我说道：我对不起你。他低下了头，声音有些颤抖。我摇了摇头，说道：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。说完，我转身继续前行，没有回头看他一眼，因为我知道，我和他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他的道歉和悔恨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我只希望他能找到自己的幸福，也希望他能够真正的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。而我自己则会继续珍惜眼前的幸福，和我的家人一起度过每一个美好的时光。时间如流水般匆匆而过，转眼间我已经离婚5年了。这5年的时间里，我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也成长了很多。
我学会了放下过去的怨恨和痛苦，学会了珍惜眼前的幸福和美好。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人生苦短，我们应该珍惜每一个当下，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。现在的我拥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女儿，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快乐。而李峰和他妈妈依然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痕迹。或许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吧，或许他们还在为过去的错误而悔恨不已。但无论如何，都已经与我无关了。我只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放下过去，迎接属于自己的未来，而我自己则会继续前行，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。因为我知道，只有不断的努力和奋斗，才能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和美好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结婚前2个月，我怀孕了。男友找父母商量提前结婚，却带回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：囡囡，我爸妈说彩礼减半，女方陪嫁不变，并且这个钱之后都拿来买车。我思考了一夜，偷偷去做了人流。时机成熟后，男友父母上门提亲，看着我扁平的肚子，他们焦急地说：囡囡，彩礼维持原来的方案，你们赶紧领证结婚吧。我笑嘻嘻地撇开他的手：不急，不急，再晚几年。和男友周森恋爱3年，我们顺利进入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，就连婚前最容易闹翻的彩礼，我们也谈得异常。男方彩礼8万，女方陪嫁8万，双方的钱在婚后存入定期，作为日后的我们俩的创业启动资金。一切都很顺利，婚礼预定、婚纱照、新房。就在我以为我会按部就班地嫁入周家时，意外来临了。在婚期将至的前2个月，我发现我怀孕了。看到验孕棒的2条杠时，我的大脑首先是一片空白，随之而来的才是怀孕的喜悦。我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男友周森，他看着验孕棒愣了2秒，接着一个劲地重复问我：这真的是怀孕了吗？真的怀孕了吗？看着他憨厚的模样，那一刻我觉得无比幸福。为了确保不是乌龙，第2天我们便去医院做了详细检查。在确认我确实怀孕之后，周森小心翼翼地扶着我坐下，看着他谨小慎微的模样，我打趣道：这么紧张干嘛？现在他还是个小肉球呢。不行，不行，你现在是2个人了，一切都得小心行事。周森兴奋地拿出电话，拨打着号码。我得赶紧打电话告诉我妈这个好消息，咱们的婚礼看来得提前了。他打通了电话，开着免提：妈，囡囡怀孕了，我要做爸爸了，你要做奶奶了。他一边兴奋地叫着，一边开心地回头看我：真的吗？这可是好事呀。阿姨声音里也是止不住的兴奋，可随即却沉默了几秒，接着沉声说：你赶紧回来，我和你爸有事跟你商量。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这究竟是要商量什么事？周森带我回家吃饭，阿姨看见我先是一愣，随后展开了笑颜：囡囡也来了，快进来。吃饭时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祥和一片。午饭后，不知是不是怀孕的原因，我有些乏，便想着回床上睡会，可躺在床上却心神不宁，翻来覆去的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屋外，周森一家人压低了声音说着什么。出于好奇心，我小心地打开了门缝，想偷听他们说些什么。妈，这样不好吧？囡囡刚怀孕就跟他说这事。是周森的声音，他的语气里满是为难。有什么不好说的？周阿姨略微提高了音量：她现在怀孕了，就被你套牢了。未婚先孕的女人哪里还值8万块？
他现在跑不了了，咱就可以把彩礼减下来了。好家伙，合着这一家人正在算计谈好的彩礼，而且什么彩礼存定期作为婚后创业启动资金。你看看现在疫情，创什么业？你跟他商量商量，把这个钱拿来买车，这样以后他产检接送也方便。有时间你还可以带着我和你爸自驾游。儿子，我和你爸辛苦把你养大，不容易呀。周阿姨后面说了什么？我没再听下去。我手脚冰凉地坐在床上，我不敢相信，半个小时前还温和待人的周阿姨、周叔叔，现在竟是这副嘴脸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但我还是选择相信周森。相信他不会屈服于他父母的无理要求。我和他是校园恋爱，也是学校里人人羡慕的一对。毕业那年，他在学校操场向我求婚，他抱着玫瑰花诚恳地说：“方楠，嫁给我吧，我保证这一辈子都不会让你受委屈，连我爸妈也不行。”我想起他当初坚定的眼神，我相信我的眼光。过了一会儿，周森进来了，看到坐在床边的我，他有些心虚。楠楠，你怎么不多睡会？我紧紧握着床边，指尖发凉。阿森，你爸妈在外面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是在说彩礼的事吗？你都听到了。周森惊讶地回过头，他看了看我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我爸妈就是想让我跟你商量商量关于彩礼的事。”彩礼怎么了？周森深吸了一口气，坐在我身边，握着我的手。你看，你现在怀孕了，我们家你也知道，最近因为疫情生意困难，就想把彩礼降到3万。你家条件好一点，陪嫁就不变。还有这个钱啊，我想结婚后拿来买车，存着定期着实有些浪费了。买车是你妈出的主意吧？不是，我自己提的。我想着以后你产检我开车接送也方便，况且以后剩下的那5万块，我爸妈会补给我们的。补给我们？合着你一家人合起伙来给我画大饼呢？我抽离了手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周森，当初彩礼我们2家可是说好了的，你们家给8万，我们家陪嫁8万，婚后存定期作为创业启动资金。现在你爸妈知道我怀孕了，就要减少彩礼，然后我家陪嫁不变。周森，你说你们家到底什么意思？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？你别气，别到时候动了胎气。”周森忙不迭地扶我坐下，没得商量，你去告诉你爸妈，维持原状，咱就结婚。不同意，这婚我就不结了。周森为难地看着我，一动不动。我看着眼前这个唯唯诺诺的男人，突然觉得好陌生。好吧，周森，你不去说是吧？那我去和你爸妈谈。我怒气冲冲地打开门，径直走到了周阿姨、周叔叔面前。叔叔阿姨，周森已经把你们的想法传达给我了。我的回答是：维持原状，咱就结婚。如果不行，这婚我就不结了。我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愤怒，保持着最后的体面。周阿姨温和地将我拉在沙发上坐下。楠楠，你听阿姨给你说，你也知道，最近因为疫情，我们家也比较困难。刚好你怀孕了，你和周森结婚，反正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，我们就想着把彩礼减少到3万，之后的5万以后补给你们，还有这个2家的彩礼，你们就直接婚后买车，这样你产检周森接你也方便，以后我们一家人出去自驾游也方便。可是阿姨，凭什么我家陪嫁的钱不少？而且之前我们就已经说好了，为什么我怀孕了就开始反悔？哎呀，楠楠，这不是你家宽裕些吗？周阿姨的手轻轻抚上我的背，替我顺气。我看着她那虚伪的模样，语气冰冷。我说了，维持原状就结婚，
不然取消婚礼。或许是听出了我的坚定，周阿姨终于收起了她那副和善的面容。囡囡，你觉得现在的你还值8万块吗？你要是不和我们家周森结婚，带着肚子出去，谁要你啊？你要是把孩子打了，做过人流的女人，有几个男人不嫌弃？到时别说彩礼3万，1万块你也拿不着。原来他是这样看我的。不知何时，周森也从房间出来了，他坐在沙发的一角，一语不发。我看着他，眼泪蓄满了眼眶，模糊了他的面容。那个曾经说过不会让我受委屈的人，现在却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母亲咄咄逼人地待我，用沉默来证明了当初的承诺。我看了他几分钟，他依然一语不发，我的心渐渐变冷。我擦了擦眼泪，转头对周阿姨说：“周阿姨，劳您费心了，我以后还嫁不嫁得出去，你不用担心，想娶我的人大把多的是。我还是那句话，维持原状就结婚，否则免谈。”说完，我收拾好东西就准备出门。临走前，我看见周森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他想要追上来，却被他妈妈一句话说了回去：“这么不讲道理的女人，你还去追？你想看你妈被你气死吗？”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他沉默地低下了头。那一瞬，我听见了心碎的声音从周家出来。我漫无目的地走到了我和周森的新房楼下，那盏曾经代表幸福温暖的灯，现在变得无比冰冷黑暗。我不想回去，随即给我妈打了电话：“妈，我今晚想回家住，因为刚刚哭过。”我的声音还带着哭腔。我妈沉默了几秒，温和地说：“好，你赶快回来，外面天气凉，记得打个车，或者我让你爸开车来接你。”“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回来。”我揉了揉酸涩的眼睛，我不想让我爸看见我这狼狈的模样。一到家，饭菜的香气扑鼻而来，刚放下钥匙，我爸便递给我一杯温牛奶：“闺女回来了，外面天气凉，赶紧喝一杯牛奶暖暖身子。”“周森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”我妈听见动静，赶紧从厨房出来，拉了拉我爸：“先别问这些了，囡囡快去洗手，妈妈做了你最爱的辣子鸡丁，一会儿就吃饭了。”吃完饭，我爸坐在饭桌旁，倒了2杯酒，我妈递上了一碟花生米：“囡囡，要不要陪爸爸喝一杯？”我摇了摇头，不说话。看来我的宝贝女儿是遇上大事了，连最爱的酒都不喝了。我爸打趣地说道，闷了一口酒：“爸妈，我怀孕了，这是好事呀，可是你怎么不开心呀？”我妈关切地问我，坐在了我身边。“妈，周森他妈知道我怀孕了，就提出彩礼由原来的8万降到3万，我们陪嫁不变，并且这个钱也不能作为我和他的创业启动资金了，而是要拿来买车。”我不同意，就和他们周家吵了一架。“那周森呢？他什么态度？”我爸眉头紧锁，追问道。他，我想起了周森沉默的样子，眼泪开始在眼眶打转。他默许了他爸妈的决定，简直欺人太甚。我爸愤怒的一把拍向桌子：“他们周家真是以为我们方家没人了吧？欺负我闺女！囡囡，走，爸带你去讨个说法。”说完，我爸便拉着我就要走，但还是被我妈拦了下来：“囡囡，你和周森在一起3年了，一路走来也不容易，彩礼这事，我建议你和周森再好好谈谈。这孩子人勤奋上进，平时待你也好，这些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。要是因为这事让你俩黄了，着实有些可惜了。”我妈摸着我的手，安抚着我的情绪。话音刚落，我的电话便响起，来电显示是周森。我看着不断闪烁的电话，心里有些动摇，但还是忍着没有接。“看吧。”说曹操道，
周森这孩子心里还是有你的。电话铃还在执拗地响着，马后炮。我爸哼了一声，没好气地说，看着不断闪烁的手机，我终于决定接通电话。电话铃却戛然而止了，随即便传来一连串的微信提示音。我拿起手机看，全是周森发的。短短1分钟，他就发了40几条信息。囡囡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没有出来追你，是我做的不对，是我食言了。我说了不会让你受委屈，却还是让你哭了。囡囡，你在哪呀？我回家没有看见你，你是回叔叔阿姨家了吗？囡囡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我很担心你，看见消息回复我一个电话好吗？囡囡，对不起。看着一条又一条的信息，我的心开始一点点动摇。我还是爱周森的，毕竟在一起3年，这3年他对我可以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。要和他立马分手决裂，我还是做不到。电话铃声再一次响起，我犹豫地看着，囡囡，还是接吧。我妈温和地劝导。剩了几秒，我还是接通了电话。喂，囡囡，你在哪？你总算接我电话了。她的声音里满是焦急。我沉默不语，我还不想跟她说话。对不起，囡囡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刚刚我妈说的不对，我已经说过她了，我也做得不够好，没有站在你那边。对不起，让你哭了。我答应过不会让你哭的。周森的声音有些哽咽，他的语气里满是自责，听得让我心软。囡囡，你到底在哪？他的声音委屈巴巴。我在我爸妈家。我还是心软了，回答了他的问题。那我马上来接你。不，我今晚不想回去。那我明天来接你。我不想回去，我也不想见你。我赌气似的说道，似乎是听出了我语气的缓和。周森也没再执拗的当晚来接我。第2天一大早，他带着一束玫瑰花和我最爱的榴莲来了我家。一开始我并不搭理他，他便跑去厨房帮我爸妈的忙，顺带将榴莲包好装进盘里。快到饭点，他带着榴莲皮进了房间。老婆大人，饭菜已经做好了，就劳烦您大驾亲自上桌吃饭了。他油嘴滑舌地说着。我背过身去，没有理他。哎呀，老婆大人，小的知错了。他小心地把门关上，将榴莲皮扔在地上，跪了上去。锋利的榴莲疼得他龇牙咧嘴。我看着他憨厚的模样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老婆大人，小的昨晚罪该万死，你就原谅我吧。那彩礼呢？我严肃反问。周森愣了几秒，接着咧开嘴笑了。维持原状，维持原状，都听媳妇的。看着他憨厚真诚的模样，我的气消了一大半。吃过午饭，我便和周森回了家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周森主动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，生怕把我磕着碰着。可是每当我问他什么时候结婚时，他都眼神闪躲，说话支支吾吾。我以为他还没有做好周阿姨、周叔叔的思想工作，也就没放在心上。直到有天晚上，起夜的我碰见了在厕所鬼鬼祟祟打电话的周森。我本以为他在里面洗澡，结果却听见他压低了声音说话：妈，我知道彩礼的事，你先别急，还有几个月囡囡就显肚了，那个时候孩子也拿不掉了，你再跟他谈彩礼的事，就自然而然成了。我知道你和爸把我养大辛苦，我也同意你们的方案，但是你不能让我把囡囡给丢了呀。我和他在一起3年，我很爱他。妈，你再等等，再等几个月，囡囡显肚了，那个时候他也舍不得这个孩子，他自然就会妥协了。你这几个月对他好点。我看他孕吐有些厉害。我泪流满面的听完周森的话，心灰意冷的按下了录音停止键。原来我深爱的男人一直在骗我。
他在等我，等我走到退无可退的境地，然后再一举拿下。我蹑手蹑脚地回到床上，没多久，打完电话的周森也回到房间，他温柔地将我搂入怀中，在我的额头印下了一个吻。不一会儿，身后传来了熟睡的鼾声。我睁开眼，看着手机里的录音。周森，既然你如此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我这人从小就特爱记仇，并且信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真理。哪怕是路边的野狗咬我一口，我也得咬它一口才肯罢休。所以，当我发现周森在骗我时，我也决定让他尝尝被骗的滋味。我决定去做人流，并且不告诉周森和他爸妈。在爸妈的支持下，很快我便进行了手术。我又找了个父母更好照料的理由，搬回了家。或许是老天见我可怜，周森竟突然被安排去外地出差2个月。有了距离的阻挡，我的谎言没有被提前拆穿。周森依然对我温柔体贴，甚至比以前想得更周到。但是我们都心照不宣的没有再提婚礼的事。我不吵不闹，将空闲时间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，很快便在工作上崭露头角，得到了领导赏识。这天我心情大好，买了一大堆菜，准备回家给我爸妈露两手。刚开门，却发现沙发上坐了一个陌生男人，西装革履，眉眼英气。我下意识地连声道歉，以为走错了门，可退出去关上门。我看了看手里的钥匙，又看了看门牌号，这是我家呀，可是那人是谁呀？难道是小偷？我心里一惊，慌慌张张地准备打电话报警，转身刚好碰见了我爸妈，还有小时候一个家属院的苏叔叔与苏阿姨。爸妈，苏叔叔，苏阿姨，好久不见了。现在有个急事，我们家里进了一个陌生男人，他坐在沙发上看报纸。我用手指了指家门，突然意识到了屋里是谁。那人是当年家属院所有女生的男神苏张浩。当年家属院所有女生都暗恋他，我也不例外。那时正是恶作剧之吻风靡的年代，我学着袁湘琴的模样给他递了情书，结果当然是被拒绝了。后来苏叔叔一家便出了国，再后来我只听说他成了商业精英，他继承了家业，他结婚了，他离婚了。可是他怎么突然回来了？爸妈热情款待了苏叔叔一家。吃饭期间，我也知道了苏张浩回国的原因。原来他这次回国是为了提升国内公司业绩，直接空降为了国内子公司的领导。好巧不巧，正好是周森的公司。看来真是长大了，当年的跟屁虫都要结婚了。跟屁虫是他当年给我起的外号，没想到现在还拿来调侃我。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。听说你未婚夫在我们公司？刚刚方叔叔说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了，周森。他若有所思地顿了一下。我有点印象，公司管理层对他印象都不错。我记得好像这次就有意想要提拔他。怎么样？要不要我这个当哥哥的帮你助力一把？不用，让他凭自己本事。我爸放下了筷子，语气里满是对周森的不悦。没本事的人上去了，对公司也是个祸害。我闷着头没说话。长辈们见气氛有些尴尬，赶紧岔开了话题。酒足饭饱之后，爸妈和苏叔叔、苏阿姨他们相约去公园散步。苏张浩也因为公司的事没处理完，着急回公司。临走前，他顿了顿，沉声说：“跟屁虫，记住一句话，心疼男人，倒霉一辈子。”周森出差回来的时候，按原来的日子算，我应该怀孕4个月了。因为原本订好的航班临时取消，周森订了前一晚的午夜班航班。由于时间太晚了，
两家人决定第二天再见面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周森便带着爸妈来了我家，他们提了一些水果，喜笑颜开，而我则化了一个最精致的浓妆，穿上了我最显腰身的裙子。刚一看见我的大红唇，周阿姨便焦急地喊着：囡囡，我不是给你说过吗？怀孕期间别化妆，会影响孩子发育的。这里面那么多化学用品，对胎儿不好。周森也关切地上前，温柔地扶着我，柔声说：囡囡，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怎么又化妆了？有段时间没见，她憔悴了不少。周阿姨继续上下打量着我，紧接着眉头紧锁。还有，囡囡，阿姨跟你说过，怀孕期间要穿宽松一点的衣服。你这裙子也太紧了吧，你看那腰都勒成什么样了。还有，囡囡，怀孕期间你要多吃一点，胎儿才有营养。你看你瘦的，按道理4个月应该挺显怀了，你这看着像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没错，确实没有动静。我打断了周阿姨的喋喋不休，因为我把孩子打掉了。什么？他们3人的震惊声响彻房间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你为什么没告诉我？周森松开了我的手，脸色铁青。到底是不小心掉了，还是你主动打掉的？我听出了周森的咬牙切齿。去医院打的，我陪他去的。我爸靠在沙发上，语气冰冷。亲家，你们是疯了吗？怎么能让囡囡把孩子打掉啊？那可是我们周家的血脉，你们怎么能不跟我们商量就擅自把孩子拿掉呢？周阿姨歇斯底里地喊着，那模样活脱脱像个泼妇。那你们为什么就能不跟我们商量就欺负我的女儿？我妈恶狠狠地说，我女儿怀孕了就彩礼3万，陪嫁不变。亲家，你们真是欺人太甚。周森一语不发，他恶狠狠地盯着我，眼睛里布满血丝。但是，囡囡，不管怎么样，那都是我们的孩子。你做这个决定，至少要跟我商量一下吧。你对彩礼方案不满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们一起解决。你为什么要骗我呢？还骗了我这么久。他的眼里有闪烁不定的泪光，语气里满是失望。都是跟你学的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内心却隐隐作痛。周森，被最爱的人欺骗你，现在知道是什么感受了吧？我没有骗你，方囡，我们在一起3年了，我从来没有一次骗过你，是吗？那你之前答应我彩礼维持原状是真的吗？还是只是你和你爸妈的缓兵之计，让我肚子大了没有退路，乖乖妥协呢？被戳穿谎言的周森一语不发，而周阿姨却执拗地否认着。我迅速打开手机录音，他们原本的阴谋完完整整地暴露在了阳光下。我爸深深看了我一眼，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，而我妈则在听完后悄悄背过身去擦眼泪。周森的脸青一阵白一阵，周阿姨沉默了几秒，拉着他儿子就要往外走。周森，你跟妈走，这个媳妇咱不要了，妈给你找个更好的。这个女人太可怕了，她居然录音，跟这样的女人生活，你不害怕吗？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，咱们赶紧走。周阿姨拉着周森走出了家门，或许是嫌弃还不够丢人，她在我家门口大声喊着，你们方家的女儿可真是太吓人了，居然背着自己老公录音，整天疑神疑鬼，这样的女人谁敢娶啊？我们老周家真是瞎了眼了，我儿子真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话音未落，一个扩音喇叭怼在了周阿姨的嘴上，是苏张浩。周阿姨剜了他一眼，打掉了他举着喇叭的手。小伙子，你这是干嘛？帮你宣传你的冤屈啊，你不是委屈吗？那就让大家都听听，你这个泼妇到底有多委屈，大白天在这里扰民。因为动静着实有些大，
不少邻居都出门查看怎么回事，发现是个大妈在惹是生非后，都向她投去了埋怨的眼神。周阿姨还想说什么，一直沉默的周森拦住了她。好了妈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接着他弯身向苏张浩鞠躬道歉，却在抬头看见他的一瞬傻了眼。苏总，你怎么在这？苏张浩笑了笑说，我家和这方家是世交，方楠也是我小时候一个院子长大的妹妹，我今天是到附近办事，顺便来看看他们，没想到却碰到了这样的好戏。周森脸色惨白，沉默地低下了头。周阿姨也似乎意识到了不妙，恭维地笑着，语气柔和了不少。原来是我家周森的领导啊，这真不好意思，让您笑话了。亲家母，今天确实不好意思，刚刚激动了一点，你们别介意啊。周阿姨满面笑容，与刚才歇斯底里的她判若两人。她笑盈盈地走过来，握住了我的手。楠楠，孩子打了就打了吧，没事，咱身体最重要。现在啊，你和周森就赶紧把证扯了，把婚礼办了。这彩礼呀，咱还是维持原状。我明天就开始张罗这事啊。他轻轻拍了拍我的手，极尽温柔。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苏张浩悠悠地说：楠楠，我告诉过你，心疼男人，倒霉一辈子。那天以后，我好几天没看见周森，他知道我不想见他，所以只敢通过手机关心我的日常，同时求得我的原谅。而周阿姨却一反常日，老是在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等我。为了避开她，我选择了一条绕远的路，可没想到这天还是碰见了她。楠楠，她站在我面前，亲热地叫着，并上前挽住了我的手。我下意识地躲了一下，没躲开。楠楠，周阿姨这几天一直在等你，结果没想到你没走之前的那条路了。幸好周森告诉我你可能会走这条路，要不然我还不知道呢。说完，他看了看不远处的榕树下，周森在那，见我没有说话，他继续说道：楠楠，以前是阿姨不对，阿姨没啥文化，说的话不好听，要是以前得罪你了，你多担待。你看你和周森在一起也3年了，之前想着你怀孕了，就先推迟一下婚礼，现在孩子也没了，你们俩也老大不小了，这亲戚们也一直在问什么时候办婚礼。你看，要不咱们什么时候叫上你爸妈一起商定一个日子，赶紧把证给扯了，婚礼办了。他看着我，眼睛里满是期待。你和你爸妈放心，彩礼还是原来的方案。不了，阿姨。我挣开他的手，拿出来面对客户时的专属笑容。我觉得我和周森都还年轻，我还没玩够，咱不急，再玩几年。我爸妈也是这个态度。我笑得客气又疏离，他吃了瘪，面露难色。他还想说些什么，周森却不知何时走了过来，截了他的话：走吧，离上班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去。去上班的路上，我和周森在之前的经常去的早餐店吃早饭。那时我们都是穷学生，2个人分着一起吃，却幸福无比。如今只能说物是人非。楠楠，你想推迟婚礼，我没有意见。之前是我有错在先，对不起。汤匙撞击着瓷碗，发出清亮的声音。只是我很想知道，现在的你还爱我吗？他看着我，眼睛深邃。我最终还是没有回答周森的问题。上班时，我心不在焉，直到同事打断了我的思绪。他告诉我，公司最近正在选人去国外总公司深造学习，貌似我就是其中之一。而总公司所在的那个城市，是我大4毕业那年日日夜夜做梦都想去的地方。大4那年，我原本是想出国深造的。我选好了城市，
选好了学校，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。可是周森知道了这件事，他不同意。他的家庭环境比我差一些，国外的院校的学费是他所承担不起的。念及几年的感情以及对他的信任，我选择放弃了我的梦想，将它沉入心底。原本以为同事的话只是普通寻常的一句话，却没想到它激起了我心中的涟漪，并且震动越来越大，直到翻出了那个尘封多年的梦想。思考了1个星期，看了看账上的存款，我决定我要出国留学。我开始一边上班，一边准备出国留学。或许是因为足够刻苦努力，留学的事情办理得很顺利。我和周森依然不咸不淡地相处着。拿到学校录取通知书那天，我约了2家吃饭。周阿姨以为我终于要松口谈婚礼的事，心情异常的好。而经过之前的事，她也知道我不是省油的灯，对我也客气了不少。一大家人，气氛愉悦。我清了清嗓，沉声说道：“爸妈、叔叔、阿姨，我辞职了。”周阿姨一惊，放下筷子，着急地说：“囡囡，你怎么辞职了呀？现在工作这么不好找，这以后你俩可怎么生活呀？”我决定出国留学了，我已经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。什么？那你和周森怎么办？周森沉下脸，放下筷子：“你来真的？”他知道我在准备雅思，我也说过我想出国留学，但他一直以为是玩笑话。现在就有2种解决方案：一，周森等我留学回国再结婚；二，我和周森取消婚约。我不同意！周森怒吼着：“我不同意你出国留学！囡囡，你年纪都老大不小了，怎么还想着出国留学呀？你想想，等你回来，年龄也大了，工作也不容易找到，到时又过了最佳生育年龄，这怎么算都不值当啊！”周阿姨，你不用劝我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接下来几个长辈轮番劝说我，但我依然不为所动。见我态度如此坚定，终于周阿姨沉不住气了，她靠在椅背上嘲讽地说道：“其实说明白点，囡囡，你现在就是想把我儿子甩了是吧？你还真当自己是什么公主了？不是我说，我儿子随便找一个女的都比你好。要不是周森他老板是你们家世交的儿子，我上次就让他把你甩了。我是之前没告诉过你，早就有人给我儿子介绍什么局长的女儿了。要不是他不同意，哪还有你的份？你还出国留学，你不想想你自己多大年龄了？跟我儿子分了手，回来还有人要你吗？而且还是个做过人流的老姑娘，二手货传出去，你还嫁得出去吗？还敢甩我儿子？”话音刚落，一杯凉茶已经扑上了周阿姨的脸。我妈拿着茶杯，怒气冲冲：“你给我把嘴巴放干净点！我不想听见你那张脏嘴说我女儿。”我妈被气得发抖。人流这件事应该是你们儿子的耻辱，而不是我女儿的耻辱。现在你们2个老不死的给我听明白了，我家女儿方囡绝不会嫁入周家，他们俩的婚事就当从来没有过。说完，我妈怒气冲冲地拉着我和我爸走出包间。临走前，周阿姨还在阴阳怪气地说：“那我们就看看这些风言风语到底是伤了你的女儿，还是我的儿子。”原本我不想回应，但看着他得意的神情，我微笑着说：“好啊，那你就去看看那些风言风语到底伤了谁。”在准备出国的日子里，我抽出了大多数的时间陪我的爸妈。周森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我也刻意回避了他的消息。留学第1年的圣诞节，苏张浩来学校看我，说是给我带了东西。怎么，这次又是碰巧出差到我这了？我看着西装革履的他，满是笑意。对呀，
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这公司老让我来这出差，真烦人，对吧？我看着他一脸嫌弃的模样，忍俊不禁。你知道吗？周森从公司离职了。苏张浩递给我一杯咖啡，接着说他自己主动离职的，我可没使坏。我盯着他，一副我都懂的表情。哎，好吧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说，我就是让单位的同事们知道了一些社会上关于他的传言，保护广大女性的人身安全。我笑了笑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看着他说，苏张浩，谢谢你。当年周森的妈妈想要传播我的谣言，让我在老家待不下去，是苏张浩提出先发制人，抢先一步传播了周森的谣言。所以我就说，面对泼妇就应该用泼妇的方法治他，他都是一个泼妇了，你还跟他讲什么礼义廉耻？不过我也没做什么，我只不过告诉了那群大妈他们想要听的故事。人嘛，总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，事情的真相并不重要。我看着窗外的雪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今天是西方的新年，你也应该开始新的生活了。来吧，说说你对你的新生活有什么新感悟？我静思了几秒，沉声说，爱自己是一个人终身浪漫的开始，无论何时都要好好的爱自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